自2017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重要的外交讲话中说，世界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在国家眼里，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尽管新闻上经常说，可能这句话很多人都听出茧子了，却不知道咋回事儿。那么我告诉你，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的这个100年未有之变局，它的主导者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放弃发展，或者说如果我们放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整个世界也就不存在什么大变局了。无独有偶，1872年，李鸿章把鸦片战争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称为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当年的感叹，指的是在地缘政治、技术革命等领域的巨变下，中国的传统体制和国际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那个时候的大清子民也跟现在的很多人一样，没什么感觉。如今中国领导人做出类似的表示，其实也是在强调当今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动及其对中国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不同的是，在李鸿章的时代，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人家西方列强的崛起推动的，而如今他们在原地踏步，崛起的是中国。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瞬间就跌落深渊。要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00年，也就是乾隆时期，中国在这个星球上还是傲视群雄的存在，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在亚洲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而大清之所以没落的这么突然、这么夸张，根本原因就是闭关锁国、自满自大。这个时期的中国对于世界的发展变化缺乏最基本的敏感性，不愿意接纳新的事物，甚至对西方的工业革命视若无睹。别人在研究蒸汽机、轮船、洋枪洋炮，甚至都想飞上天，但中国人却还在土里刨粮食。终于列强找上门了，八旗铁骑惊恐地发现，面对人家的坚船利炮，自己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于是列强通过武力和经济手段，迫使我们打开了国门，中国开始一路下坡。必须承认，李鸿章的言论既有先见之明，又很准确。中国的衰落恰恰是因为清朝未能应对3000年来未曾见过的变革性地缘政治和技术力量的结果。这些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平衡，并导致了中国的100年屈辱。今天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同样是巨变，尤其是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上。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在贸易、科技、军事等领域引发了跟它的激烈角逐。大家要认清一个事实，几乎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它都是发自内心的不想让中国崛起。为什么呢？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资源就好比是一个大蛋糕，原本是几个老牌大国带着一群发达小国，大家分着吃。当然，大佬比小弟分的都多，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只能吃点他们掉落的渣渣。可现在中国拉开架势，也要开始大口的吃蛋糕了。说穿了，中国也想成为发达国家，想过那种高福利的日子。但你这么想，其他人当然就不高兴了，因为蛋糕的总量基本是有限的，就算是科技进步有点增量，总体也不会大到哪儿去。但你中国人口太多了，你们有14亿人呢，占了全球1/5的人口，哪怕是每个中国人多分1口，其他人的份额必然就得减少，所以你不能崛起，不能继续发展了。于是美西方为了保持自己的份额和全球领导地位，也不再回避于中国的直接竞争。自2017年以来，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经济脱钩、科技封锁等政策，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紧张的时期。虽然今天这种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像极了李鸿章时代的列强崛起，但不同的是，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一个能够影响甚至改变全球规则的列强之一。当年李鸿章所经历的变局，主要是因为中国没能跟上全球工业革命的步伐，而国力跟不上，后面的屈辱就根本躲不掉。不管是八国联军的欺负，还是小鬼子侵华，追根溯源，全得怪大清朝工业革命这一步没跟上。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你太弱了，所以谁都能收拾你。而今天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伴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5G 技术、量子计算等。而这些正是工业时代之后国与国之间新的竞争领域，谁在这些方面牛逼，谁就能在下一个阶段多吃多占。而在这些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所以西方担心中国崛起，怕自己的蛋糕被抢了。这一过程中，他们对中国的崛起反应强烈，玩了命的打压封锁。幸好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非常争气，面对西方的封锁打压，潜力反而得到了激发。尽管他多次搞我们，但每一次封锁反而成了中国奋起直追的催化剂。
华为、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帮助中国在芯片领域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实力，减少了对外国的依赖。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隐形战斗机、航母、反卫星武器等层出不穷，刀锋的寒光让一切敌人心里发凉。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世界，100年屈辱已经是过去，如今的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发展，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未来趋势的预警。如果中国人想过上更好的日子，那我们就只能发展，而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一次的地缘政治、技术革命、全球经济和治理体系的变化。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但无论如何，中国已经决定，这一次我们要站着把钱挣了。